地球上97%的水都在海洋中，有深不可测的海沟，也有缤纷的海洋生物，包含太平洋、大西洋、印度洋在内。每个大洋都有自己独特的洋流和潮汐系统，壮阔无比。但是有海洋学者认为，人类迄今只探索了5%的海洋世界，难怪人类对海的好奇心源源不绝。因此，相对于过度开发陆地所带来的能源危机，海洋蕴含的能源极有可能是当今及未来能源问题的极佳解决方案。太阳辐射造成大气循环，继而产生风吹动海水，使其产生波浪。而在日月运行、万有引力与地球自转影响下，产生潮汐变化。现在是退潮的时候，如果遇到涨潮啊，我可是没有办法像现在这么悠闲的坐在这里。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啊，在这个潮汐的涨退之间，可是有股很大的动力蕴藏在其中的哦。欧洲的潮汐模仿是早期工业国家走上发财致富的道路，在英国至今都还保留着。此外，海面与海面下的温度差异也能孕育出丰富的海洋能量。综合许多原因造成洋流，海洋能源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可再生能源。1970年代初期，由于石油危机的缘故，英国、日本、挪威等海洋能源丰富的国家开始进行洋流发电的研究，利用海洋中部分海水沿一定方向流动的动能发电。因其原理与风力发电装置类似，故又称为水下风车。在海浪发电方面，多年来多国陆续投入，特别是英、澳、日等海岛型国家。而台湾针对海浪能源的研究，包含工研院及民间公司、学术单位与个人投入海浪发电领域持续研发，甚至荣获国内外许多大奖的肯定。你好，好，是第一次来台湾玩吗？第一次来台湾的，从新加坡来的。哇，好，欢迎新加坡的朋友。那现在呢，有一个问题想要请问你，就是我们一想到这个海的话，你第一个联想到的是什么呢？联想到就是自由自在哦。对，没错。好，那接下来进阶题，想要问你一下，我手上呢有这6张图，那它们呢其实都代表着6种不同的再生能源，想请问有哪几个是你认得的呢？可能就是用风的，是用风吧，还有这个用水的吧。对，没错。然后可能就是太阳的能源吧。对。然后其他的我就不太了解了。就让我为你们揭晓吧。这个是潮汐发电，这个是温差发电，那这个呢就是洋流发电。你们猜对了吗？潮汐能主要集中在狭窄的浅海、港湾和海峡，例如在加拿大芬迪湾和法国的朗斯河口，而第一座的大型潮汐电站位于法国。相较于潮汐，由于海浪力量实在太大，较不易于人类掌握。你们都有看过少年拍的《奇幻漂流》这部电影吗？除了海浪有巨大的力量之外啊，其中少年派之所以可以跟老虎一起经历这趟奇幻的旅程呢，靠的就是洋流的力量哦。另外还有利用海洋表面和海洋深处海水之温差，以热交换原理来发电的温差能，以及河水和海水交界处，利用海水、淡水盐度的浓淡差异所创造的盐差能，都是海洋能源丰富的展现。海浪力量莫测高深，超过我们的想象，而潮汐、洋流、海浪、温差、盐差这几种海洋能源的探索方兴未艾。海洋这个大舞台，人类是否真有能够驾驭的一天呢？
授，那现在你总算可以跟我讲，到底这是要做什么实验了吧？今天我们要做海浪发电，这是第一个实验。哦，海浪发电哦。教授，我很好奇，就是因为近期啊，我也都没听到海浪发电有什么样大规模的做商业化的运用，所以说我想知道说，到底海浪发电是有什么特别的困难性吗？首先我们必须注意到海浪非常凌乱的情形，海浪的运动忽上忽下，忽快忽慢，它的波形、波高、频率乃至于同调性都会不断的变化。这不同于一般的能源或者是绿色能源，所以我们不能用人们常知的方法去设计海浪发电机。那它的症结点是什么呢？这个涉及到做功的原理。当我们对一个物体施力时，如果物体同时顺着施力的方向运动，我们才有对物体做功，因此才有对物体传递能量，而改变它的动能。例如，用很大的力量提一个重的物体，但是物体只是悬空静止不动，这样的话就没有对物体做功。另一方面，虽然地球也吸引着物体，因为物体不动，所以也没有对物体做功，因此物体的动能就不会增减。同样的道理，海浪冲击岩石的时候，可能对岩石施加很大的力量，但是岩石纹风不动，则海浪就没有对岩石做功，也就没有传递能量给岩石。海浪对取能装置有作用力的时候，取能装置必须同时运动或者是有位移，海浪才会对取能装置做功。如果取能装置机械设计很复杂，当海浪给予取能装置反复无常的力量的时候，取能装置的运动情形就很差，所以能量转换的效率就很差。那这个实验的设计原理是什么呢？在这个设计中，先把凌乱的海浪能用简单可行、高效率的方法转换成凌乱的电能，储存在电容和电路系统中，然后再用电路技术整合成稳定的电力输出。你看，这整个发电系统浮在水上，分为海上平台与线性发电机，还有管理电路。这个装置叫做取能浮体，会受海浪冲击而运动，而获得海浪能。用各种巧妙的办法，让海上平台在海浪中维持相对的稳定。当取能浮体受到海浪的冲击时，就会吸收海浪能，并驱动发电机发电。然后呢，我们用电容把发出的电力储存起来。好，现在变成海浪。好。那教授，你刚才有提到说海浪它的行为是比较凌乱的，那在于海洋能这一块的话，有没有什么是比较稳定的呢？洋流像风，是比较稳定，但是呢，洋流的速度不快，又分布在离岸较远的深水地区，所以开发洋流发电也是蛮贵的哦。那难道这个洋流发电它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吗？那不一定，那要看科技发展的情形。洋流发电跟风力发电很像，是利用涡轮叶片受到洋流的驱力而转动，进而转动发电机发电。那根据热胀冷缩的原理，当水的温度越低，它的体积就越小。那水的温度又在更低结成冰，那冰的体积又更小。这样子的话，它最后沉到海底，那会怎么样啊？那地球的生态跟气候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。还好，水结成冰的时候，体积反而变大，所以它浮在海面上。不过呢，冷水的体积的确比温水的体积小，所以冷水的密度高，会下沉到海底去。水在摄氏4度的时候密度最大，所以海洋深处的水温度大约在摄氏4度。在热带地区，海水表面的温度呢，大概可以高达20几度。只要有温度差，我们就能够把海水内部的能量取出来。
那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来取出这个能量呢？当然是用热机或是热电晶片啦。我现在是演示一个其中之一种热机，叫做斯特林引擎。好，那你看到这样一样啊，这个是代表热水。那我刚才温差，海水温差就能发电。那这个呢放上来，要等一下子。好，要等一下子，等它热的时候它就会转。然后呢，这一样哈，这一样它还是维持在上下有一个温差。好，其实如果不用这种形式的热机，也就是不用斯特林引擎的话，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引擎，包括像这个像有点像蒸汽涡轮机这样的东西。心怡，你看这个是个热电晶片，然后呢，这下面这个是一个，我等一下会把热水放到这里，让它很烫。好，那上面呢是放冰块，它这有温度差，刚刚不是讲过，温度差它就会产生电力，让这个会转。对，我先把它倒进来。好，我们什么都不要动。好，好了，好。然后你现在把冰块放上去。为什么我还没放冰块它就开始转了？对，因为现在这上面还很冷，那下面已经热了，所以它就开始转。可是如果你不放冰块的话，它慢慢上面就跟着热起来。那这个热起来之后呢，它就没有温度差了，它就不能发电了。了解。所以这个叫热电晶片。很好。你注意看到，在这个时候它上次转快，有没有注意到？不过海水温差发电的难度很高，因为深层的海水跟表层海水的温度差实在很小。根据热力学原理，如果温度差小，热机的效率就低，所以海水温差发电距离实用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。心怡直接利用海水的动能或者位能，看起来是比较有潜力的。教授，你在说的是潮汐发电吗？对，潮汐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月球对地球各部分的引力不均衡造成的。当然，太阳的引力也有一定的影响。因为地球自转，当月球经过头顶或者是正下方地球另一端的时候呢，经过不久就会发生涨潮，所以每天有2次涨退潮。因为月球也绕着地球转，所以它每天经过头顶的时间不一样，所以每天涨退潮的时间也会有改变。这样听起来蛮可靠的。那教授，目前已经有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吗？当然有啦，你看，这就是一个最常见的设计，基本上就是在海边建造一个水坝，水坝的底部呢有一个通道。涨潮的时候呢，海水经过通道进入水坝，那就能推动通道中的涡轮机转动。那涡轮机呢，再驱动发电机发电。退潮的时候呢，海水经过通道回到大海当中，又能转动涡轮机再次发电。虽然潮汐发电非常稳定，但是它需要占用比较大的空间。原来海洋中还有这么多能量啊！还有更不可思议的呢，那就是盐差发电，不过技术的难度更高了。盐差发电与因为盐分不同造成的渗透压有关。渗透压能够透过渗透膜提高盐分较高的水面高度。你看这个植物，这个植物失去水分之后呢，细胞里的水分减少了，压力也减少了，所以就失去了支撑力，整个茎叶就枯萎的软下来。如果再把它浸到水中，水又经过细胞膜渗入到细胞里面，因为渗透压的关系，所以细胞又鼓胀起来，又有力气抬头挺胸了。我们可以另外用鸡蛋来做实验。鸡蛋的膜就是一个渗透膜，鸡蛋里面不是纯水哦，含有其他物质。当渗透膜接触到纯水的时候呢，纯水就会渗入到鸡蛋里面去，而增加鸡蛋里面的压力。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压力呢，来提高水位的高度。
有些科学家非常具有想象力，想利用渗透压，让河口的淡水经过渗透膜渗透到盐分较高的海水当中，而提高海水的水面高度。那再利用这个高水位留下的水流来发电。不过呢，这需要大量的渗透膜，也是具有一定难度的。原来海洋能源还有这么多需要进步的空间。那教授，目前台湾有没有什么人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呢？我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了。好。今天的台湾之光明明就跟我约在这里，可是到现在我却一个人都还没看到，看来是个非常神秘的人物啊！教授，怎么会是你？没错，海浪发电的研究在台湾已经沉寂了好一阵子，今天就由我来向大家介绍海浪发电。好哦，那现在让我看看有什么可以帮你的。这个叫取能浮体，我们等一下把它装起来。全世界虽有许多不同的海浪发电系统，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大规模的商业运转。教授借由多年来物理学的仔细分析研究，确认了各种海浪发电机失效的主因后，创作出这个海浪发电机。教授经多年研发，并带领许多师生投入，才让这部装置逐步接近使用。对，你看这整个海浪发电机都浮在海浪当中，但是呢，这个平台呢，在海浪它相对来讲比较稳定，不会晃动。对。但是呢，浪来的时候会把这个取能浮体驱动，这个取能浮体呢，再推动泄进发电机当中的一个超强磁铁，那这有很多感应线圈，就会产生电力，多余的电力储存在这个电容里面，这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输出，推动 LED 灯，让它 LED 灯亮。教授曾经以简单的圆形机在万能科大温水游泳池中测试，在浪高约 0.2 公尺、周期约1秒左右的浪中，宽度约2公尺的海浪发电机已经可以发出连续点亮500颗 LED 灯的电力，转换效率已经达 18%。教授，像我们近年来都在讨论所谓的再生能源，那您觉得这个海浪发电在未来可以对再生能源有什么样的贡献呢？海浪发电在我们国家曾经花了一段时间去研究，是事实上，因为海水的密度很高，所以它带的能量是蛮大的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呢，它就是说海浪呢终年不歇，甚至晚上白天都有，而且它比风力似乎还更稳定一点，所以它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潜力呢，是在相对于风力来讲，它是有它的可观性。对，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，花更多的资源去研究海浪发电。那像刚才我们那样的装置啊，你觉得可以怎么样让它未来运用得更好？刚才那个装置事实上是根据理论计算，发现世界各地其他的海浪发电机不能够成功的原因。之后呢，我们再设计出来这样的一个海浪发电机，它基本上在原理上是可行的，
但是我们未来的做法呢，就是把刚才的一些各个零件的部分呢，把它做最佳化。只要最佳化，我们用现有的技术就可以最佳化，就能够实现它海浪发电的运转。所以刚才那个实验其实已经证明了它的可行性。是，而且你可以看出来，浪的能量在非常之大。对，非常蛮开心的。真的觉得很期待。由于气候变迁，太平洋岛屿因海水上涨而淹没，岛上居民变成了气候难民。未来将有机会创造一座座人造浮岛，成为未来人类的乌托邦。生活充满科学，科学实践生活。做大事不做大官，这句话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史观。人类历史的主流在于突破自我的限制，发展新的科技与文化，进而成就一段造福人类、丰富生命的历程。而占地表71%的海洋，蕴含着尚未开发的无穷能源。现在人类开始企图利用海洋能量，也许也能为世界做出大事，立下大功。查理想进化论为你串起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科学方程式。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